在恐怖游戏里死了9981次后，我意外解锁了一个信息：身边那个一直沉默寡言的男人，居然是恐怖 BOSS。为了离开游戏，我可劲讨好大 BOSS。天冷了给他生火，天热了给他扇扇子，还把怪物的肉烤熟了喂他。直到恐怖 BOSS 情深深地问我：“你喜欢我吗？”我点头如蒜。那你愿意永远陪我留在游戏里面吗？第一次进入游戏，我是 NPC， 被怪物一刀砍成了999碎片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惊恐又不服气的声音响彻了整个黑森林，然而没人理我，大家都在逃命。18条腿的黑蜘蛛流着口水，见人就吃，变异的大树把人吊起来打屁股，就连天上下的雨都是浓硫酸。直到所有玩家都被砍成了英雄碎片，我心满意足地闭眼了。再睁眼，我发现我来到了一座荒废的医院。不出意外的，我被制成了东一块西一块的标本，任人观赏。我彻底麻了，什么破游戏，我都已经死了一次了，还想让我咋样啊？另一个成功闯关的玩家诧异地看着我灵体老妹，卡 bug 了吧？尼玛，我确实是卡 bug 了，无论是否成功闯关，我都离不开这游戏。直到我摆烂死了第9981后，脑海里响起了机械音玩家夏之梦，您好，恭喜您卡 bug 了。如您再死一次，就会成功晋级为这里的怪兽一员，享受终身游戏服务。彼时的我正在追着怪物砍扣1，有疑问，玩家请反馈意见。当怪物有五险一金吗？被玩家砍死了怎么办？有医保吗？包3餐有午休吗？没有我去劳动局举报你。机械音愣了一下，这边为您提供了解决方案的亲。恭喜玩家夏之梦获得有情人忠诚眷属复现任务，只要您能得到大 boss 的真心相待，即可瞬间离开游戏呢亲。我挠挠脑袋，那大 boss 在哪里？机械音请180度转身。我转身看到的却是大雾和藏在大雾里拿着大针管的无头护士，身边瞬间响起惊呼声，跑，快跑啊！妈妈呀！护士姐姐变成怪物要扎我屁屁了。身旁的瘦高个一瞬间就闪没影了，我拔腿就跑，却看到倚靠在墙边一个白净沉默的男人一动不动，冷漠地看着扑面而来的怪物。兄弟，愣啥呢？跑啊！我抓着男人的手，健步如飞。开玩笑，好歹是跑了81个本的我，体力是大大低往上涨了。一群人跑到空荡的手术室里，就里面瘫坐在地上，一喘一喘都恨不得把肺掏出来。我找了几个量杯，准备接水给其他玩家喝，一开好家伙，都是血水。家人们，我先干为敬。我一口灌下水，一堆人大眼瞪小眼。瘦高个咽了咽口水，问我好喝吗？我端了一杯到他面前，都是蛋白质，肯定好喝呀。又端了一杯给刚刚和我一起逃命的男人喝吧，总比渴死强。男人盯着我，一口闷了。我内心直呼，好家伙，不愧是恐怖游戏的大 boss， 就是强。就在我刚刚牵起男人的手的时候，脑子里的机械音就提醒我，恭喜您成功和大 boss 牵手了。恭喜你妹呀！手冷得跟块铁一样，差点没把我冻晕过去。我上下打量着这个恐怖游戏的 boss， 大长腿还穿的一身白净，尤其是那寒潭似的黑眸，看着我石总流露出若有所思之色。一想到母胎 solo 25年的我要攻克这种看起来就很不好搞的男人，一个头两个大。我凑到大 boss 身边，小声问帅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大 boss 一愣，好像没反应过来，迟疑了好久才说，我叫林仲叶。仲夏夜之梦，你的名字和我名字连起来还挺好听的哎。你玩过王者吗？我接着跟这个大 boss 套近乎，没想到他完全不领情，扭头坐到了一旁。他大爷的，今天就算这个 boss 是块铁，我都得给他捂热乎了。我舔着脸又凑了过去，没想到居然又卡 bug 原地踏步了。原本气喘吁吁的手术室里突兀地响起了一声笑声，我抬眼却看到了林仲业一闪而过的笑容。这林仲业利用特权搞我是吧？好样的！我忍，要不是为了活命，我现在就把这个大 boss 的脑袋砍飞。我佯装不知道卡 bug 的事，一屁股坐到地下，疼得哎呦哎呦叫，哭的那叫一个我见犹怜。瘦高个过来扶起我，还安慰我别哭了，再哭可就把怪物给招来了。我乖巧地点了点头。可林仲业脸色一变，整个房间的灯都闪出了电花。本就不堪一击的手术室门口突然响起了拍门声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几个玩家惊恐地抱作一团，呜咽着盯着门口。我是本次任务发布者，请各位玩家开门。我松了口气，转身就要去开门，门却自己吱呀吱呀地开了。一个抱着奶瓶的娃娃趴在地上，露出空荡荡的眼眶，向林仲业的方向看了一眼，便开始奶声奶气宣布任务。本次任务是找出藏在人群中的恐怖怪物。一瞬间，原本还抱在一起的几个玩家散了个精光，都警惕地看着对方，生怕对方变成怪物吃了自己。我小声切了一声，就引来了所有人的关注。瘦高个瞬间跳开我身边，指着我，你一定就是怪物，你从刚刚就一直很冷静，还喝血水呢，你一定就是怪物啊！胖墩墩也拿着针筒指我，怪物。我靠了，我一个心如止水的老玩家，我怪物什么怪物啊？明明林仲业才是怪物好吧？真是有苦难言啊！
和林仲业对视的那瞬间，就仿佛有无数条毒蛇从我的脚底爬上来，冷得我一颤。搞什么？自己是 boss 还不敢承认？奶娃娃在身后小哨的咳厉声音嗨嗨，找出怪物并且驯服怪物即可离开游戏。其他几个玩家纷纷抱怨什么？这不是地狱级别难度吗？怪物不抓我们就好了，怎么还要我们去抓怪物啊？活着真累啊！虽然这是我第 N 次玩这个副本，但我依然得吐槽这个任务，狗食一般的艰难。我走到林仲业身边，低着头假装不知道他是大 boss。林仲业，我们能一块组队吗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是怪物的。我拍拍胸脯，我还能保护你呢。毕竟其他6个人都十分的警惕我们，且正在悄悄地拿着身边的武器接近我们。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一把小刀就飞了过来，稳稳地插入了林仲业的小臂。我靠，瘦高个你有病啊！不吭一声就攻击人，你才是怪物吧？这么心狠手辣的。毕竟这林仲业的命对于我来说可谓是至关重要，没他我就得变成怪物了。另一位光头玩家站了出来，你们2个才都是怪物吧？就没见你们怕过？哪有人看到怪物的时候喊都不喊一声的？你看那个男人，刀子扎进去了都不流血的，他肯定是怪物。抓住他，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破游戏了。上啊！6个人团团围过来的时候，我脑子里铃叮大响。一个破碎遇难的他遇到了神兵天将的保护，不得把我牢牢铭记于心才怪。于是我张开双臂，拦在林仲业的身前，别怕，我保护你。屋子里安静了1秒，其他6个玩家纷纷爆发出了惊天笑声。妈的，真笑死我了！一个小冬瓜还想着保护人，我一手一个，还美救英雄呢，我2个一块打。他居然还去保护怪物，该不会被怪物给洗脑做奴隶了吧？我略微尴尬地收起手臂，仰头看着林仲业哥们，你好歹给点表示啊！林仲业给了我一个很不屑的眼神，随即整个屋子就开始晃动，跟地震似的。就连敞开的大门外也传来的怪物的喊叫声。打针时间到，请各位小朋友们做好准备哦！一阵扎穿一个小朋友的屁屁哦！在我还准备跳窗跑路的时候，林仲业直接提起我腰，把身后的柜子一挪，一条暗道就展现了出来。林仲业抱着我飞快地跑入暗道，在我还在懵逼的时候，周围的灯光就亮了起来。待我适应了光亮后，断头的护士、缺手的医生，还有阿巴阿巴张着嘴的头颅，还有满地乱爬的小婴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掉在地上的头颅轻拍灰尘装到断头护士上。真是可怜啊！林仲业抱着胸，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，你不怕吗？怕呀，可是他们变成怪物也很可怜的。实则我已经汗流浃背了。林仲业凑到我跟前眯着眼，鼻子还微微抽动了一下，你好香，拿来烤着肯定很好吃。我更加汗流浃背了，却看到林仲业眼里的戏谑之情。靠，考验我呢！我后退哆哆嗦嗦地指着林仲业，你不会是怪物吧？又瞬间转换成为一副悲悯的样子，就算你是怪物也没关系的，别害怕，我是不会伤害你的。看着林仲业愈变危险的眼神，我抬手捂住他眼睛，别这么看我，我会爱上你的。论完尬的，我就是第一。林仲业看着我嘴角一抽，倒是也不为难我了，反而向我抛出了橄榄枝。林仲业露出本体，8个脑袋8只触手，甚至还有滴溜溜的2只红眼睛。我面露心疼之色，抚上林仲业身上的丑陋刀疤，不痛不痛，姐给你呼呼啊。又把林仲业外翻的大红心脏捧在手中，哎呀，这红彤彤的心脏跳得真快，你们怪物的生命力都这么强的吗？但面对这8个脑袋，我实在是不知从何下手，只得是一个个捧着夸。哇，这颗头头的头发好顺啊！哇，这颗头头的眼睛铮亮铮亮的！哇，这颗是秃头哎，建议去医院拿点生发剂。夸到最后，林仲业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只得乖乖地变回人性。但这特喵的裸体男人，我看个毛线啊！我死命捂住脸，露出一条纵观全局的眼睛，一下就瞄到了最关键点，羞得我老脸一红。没想到林仲业是个不知羞耻的，愣是不穿，还命令我你去给我找衣服。靠了个掰，真是打工人的命。最后我勉强找了一件白大褂，把林仲业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还顺便把该摸的都摸了，又狠狠地告诫林仲业，男孩子要自爱，不可以光秃秃的给别人看。林仲业看着我不知所措，那你还看我干嘛？我尬住了，一时之间陷入了沉寂。还是林仲业开了口，看在你心地善良的份上，我不吃你。我拍拍胸脯，烂命一条，随便。但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林仲业很郑重地咳了一声，但和他现在的半裸男形象很是不符。其实我是这个恐怖游戏大 boss。听完这话，我很不赞同地摇摇头，像你这么帅气又温和之理的，顶多就是个打杂的，怎么会是大 boss 呢？别骗姐，骗姐没结果。林仲业又恶狠狠地瞪了一眼，闭嘴，听我说。我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这个游戏里出现了一个 bug， 到处破坏副本，影响了我的游戏体验。你懂吗？我点头如蒜，我懂，我可太懂了，我就是那个 bug 呀。系统提醒我，这个 bug 毁坏了医院惊魂夜这个副本，所以我要找出这个 bug 修复副本。我垂下眼眸，露出一丝尴尬的笑容。实不相瞒，这已经是我第6次玩这个副本了，从一开始的爆头逃窜到疯砍怪物，
最后抱着胸指点新人如何度过这个副本，活活让这个 S 级别的副本变成了 C 级。林仲业捏起我的下巴，神色疑惑地看着我，你该不会怕了吧？一个 bug 而已，我看到他把它吃了就好。呵呵，想都别想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跟着林仲业离开密室之后，我又从其他几个怪物身上扒衣服给他穿，主打一个我能看别人不能看。在遇到怪物的时候，我积极地拦在林仲业面前，别怕，我掩护你撤退。被林仲业一把拎开，我是 boss， 他们不会伤害我的。你要记住，你现在的身份是一个普通玩家，你得害怕怪物才能融入其他人，否则你要怎么找出 bug， 并且把游戏的难度调回 S 级？林仲业听得直点头。机械音提示好感度已达 20%， 请玩家夏之梦继续努力。找到其他玩家的时候，他们正被一大群怪物追着跑。走走走，你们快跟我走，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安全的。几个呼啦啦的就跟着我跑。在我不注意的时候，林仲业正用一种打量的眼神看着我，好似在考虑他怎么知道那里是安全的。刚到安全区坐下，原本的6人组合就只剩下3个人了，还有一个手都被折断了，脸色煞白煞白的。瘦高个双眼猩红，2行鼻涕2行泪的抱着我腿大哭。妹子啊，是我们冤枉你了。那个光头他居然是个怪物啊！就在刚刚，他变成了长满长毛的怪物，血刺辣糊的把人拖到楼道里，酷呲酷呲的啃。他还一脚把我踹出8米远，太残忍了，太可怕了！我要退出游戏，我要找妈妈。我嘴角扯出一抹尴尬的笑容，你倒是也不用形容的那么具体。林仲业冷笑，除非你们通关，否则是不可能离开这个游戏的，而且这个游戏的难度还要再加大。我急忙扯住林仲业的手，你别说了，再说可就露馅了。我纵观周围，还好友都在哭，没听到林仲业的发言，否则他的任务泡汤，我的好感度下降，我可就死翘翘了。倒是林仲业脸红扑扑的。机械音提示好感度已达 25%， 请玩家夏之梦继续加油。怎么回事？我低头一看，哦，牵手了，有点冷，我先甩开了。机械音提示好感度降至 15%， 请玩家夏之梦继续加油。我靠，吓得我又把林仲业的手牵了回来。我仰头看着林仲业，我怕怕，可以牵你的手吗？林仲业不语，脸却更红了。好家伙，纯爱少年啊！安抚好瘦高个，又把断手男的手用绷带绑好后，我同另一个剩下的女玩家商量着出去探探路。林仲业却说再过10分钟就是午夜12点了，到时候怪物数量翻倍，攻击力翻倍。你们是要去送死吗？我心口一噎，斜瞪着林仲业，不是你说的要恢复难度吗？这不在最危险的时候出门，怎么能让玩家感受到极致的恐怖，从而刷一刷游戏难度？林仲业瘪着嘴，你会很危险的。尤西，这还会关心起我来了。我拍拍林仲业的肩膀，一副即将生离死别悲痛样，没事，我能行。你要照顾好你自己，你要是少了根头发，我都会心疼到无法呼吸的。转身就带着美女玩家一头扎入红色的血雾中。开玩笑，就凭我这强大的实战经验，这间医院里那个坑冲不出水来，我心里都是一清二楚的，更别提这些怪物的作息和行动规律了。我捡起地上沾着血的衣服，又把落在地上的残骸抓在手中，头发散开，脸歪嘴斜，把自己伪装成为怪物的一员。美女玩家也同我一样，两人点着脚睁大眼，在血雾中寻找长毛怪物。可忽然间，原本该死死拽着我衣角的美女玩家却松开了手。我往身后一看，空无一人，只剩下新鲜的血痕和咔嚓咔嚓的声音，是骨头被折断的声音。这不对，按理说这个医院惊魂夜副本的怪物都是成群出行，并且走路声音都是很大声的，可如今却四下寂静。我转念回想，似乎是从我们逃到安全室里，就再没听到过怪物的声音了。难不成这就是上难度了？我摸着墙边慢慢蹲下。不对，林仲业明明说了，这些既定的怪物就是 NPC 只会按程序办事，而他的任务就是来上强度的，所以这里的变量只有他。马舵，我中计了。反应到自己中计的时候，我凭着记忆立马奔向长毛怪物现在应该待的地方。可门一开，原本应该是长毛怪物待着的地方，却直挺挺地站了一个人。林仲业。林仲业回过头来，冲着我露出那个天真无辜的笑容。我找到那个 bug 了。玩家夏之梦，你就是那个破坏游戏的 bug。机械音提示好感度已达 50%， 请玩家夏之梦继续加油。什么东西？林仲业都一副恨不得吃了我的样子，还能增加好感度？系统，你脑子没事吧？机械音恐怖兔，游戏大 boss 的情感与别人不同，爱与恨同时交加，越恨一个人就会越爱一个人，且大 boss 最讨厌别人欺骗他。恭喜玩家夏之梦找到了使情感快速升温的办法，祝您好运。我靠，我彻底心死了。林仲业朝我勾了勾手，我夹出能夹死苍蝇的嗓子跑了过去。林仲业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？自己跑出来多危险啊！你不知道你要是掉了一根头发，我的心都能疼得滴出血来了。林仲业勾着唇阴恻恻地说，是吗？一个 bug 居然也会有心？我尬笑，我他妈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！
林仲业露出本体，8颗脑袋轮流在我面前走了个遍，仔仔细细的，好像要把我看穿，甚至还扬起了触手，在我脖子前比划了一下。我不卑不亢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记得把我的坟挖深一点，我怕有人偷尸。林仲业的眼里闪过一丝错愕，你真的不怕死？我大手一挥，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。机械医，你糊涂啊？难道你真的甘心死在这里做一辈子的怪物？这种日复一日永远被困在游戏里的日子，你的愿意吗？在林仲业即将挥手将我分尸的时候，我和林仲业之间距离就被无限的放长，直到林仲业变成一个小点，我的四周也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。搞什么？又卡 bug 了。一个满脸褶皱白发落地的女人走到我跟前，夏之梦，兜兜转转，我们还是见面了。我一听，这机械音可不就是那个系统吗？机械音，你这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白发女急促的声音像是要把我从鬼门关里拉出来一样。夏之梦，别玩了，你该在这个游戏里醒来了，再不醒来，你就要永远的沉睡在这游戏里面了。就连林仲业也会陪着你一起沉睡在那个游戏里面，无法清醒的。白发女说完这话后就消失了，只留下一声声的厉喊声回荡在我的脑海里。我心跳如雷，可却什么也记不起来。再一眨眼，林仲业的触手就要向我抓来，我急忙去挡，手臂被狠狠地割了一刀，痛，太痛了，痛得我额头的汗水直流，连说话的声调都变了。往常被怪物杀死的时候，我都是一闪而过的痛苦，虚无缥缈的，就仿佛没割在我肉体上一样。但这次却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痛苦。不就是卡个 bug 吗？又是要把我变成怪物，又是奇奇怪怪的攻略恐怖 boss， 现在还冒出来一个白发女人，神神叨叨的。我稳住心神，绝不能死了。林仲业还在狞笑地看我，在下一刀即将挥下的时候，我及时滑跪到他脚边。别杀我，我还有用的。就凭着刚刷的50%的好感度，我就不信了，林仲业真能砍死我了。林仲业的一只触手把我狠狠地吊了起来，你一个破坏游戏的 bug 有什么用？我将功折罪，我去把那些被我破坏掉的副本难度都修补起来。你看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这个游戏里修补副本，没人陪你说话，没人陪你玩，多孤独寂寞冷啊，你说是吧？林仲业顿住了思考片刻，砰的一声又变回了人性，而我一屁股摔到了地上，疼的骨头架子都要散开了。我凭什么信你？就凭我被困在这个游戏里，被迫变成了一个 bug， 死活出不去。我孤单寂寞冷，迫切的需要你的陪伴 OK。 林仲业微不可察的嘴角上扬了一丢丢，眼中怒火锐减。夏之夜，你要是再敢耍诡计骗我，影响游戏难度，我就真把你一刀砍成碎片。我冷笑呵呵，你放心，我怕疼且惜命。放心吧老弟，等我搞明白一切成功离开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你又得成为孤家寡人在这里玩喽。我瞧着林仲业这一脸阴雾的模样，虽帅但过于危险了，不是我的菜。我返回去找其他2个玩家时，他们正被怪物追得哭爹喊娘的。我忍住救人的心思，和他们一起疯狂逃窜。毕竟林仲业这小子一直在盯着我，实在是没法给他们开后门了。在双脸8角护士拿着手术刀子追我的时候，我一个狡猾眼见着刀子就要戳我身上，护士却意外地把刀子戳到了瘦高个身上。我趁机一脚把护士踹出去，死死地把门关住。瘦高个又抱着我的脚哎呦哎呦地叫着，断手的玩家也瘫坐在我的脚边，2人就差没把我当墙靠着了。机械音警告警告，好感度已降至40%，请玩家夏之梦继续努力。我的发！我低头瞧着地下的2人，又看着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林仲业。难不成林仲业还会吃醋了？赶忙把2人踹开，又屁颠屁颠地跑到林仲业身边，上下仔细瞧着，从林仲业的衣服上拍下灰尘，不脏不脏了，男孩子要干干净净的才好，不然姐姐会心疼疼的。语气要多矫情有多矫情。机械音好度感已提升至50%，请玩家夏之梦继续努力。我笑了，果然这世界上只有2种心理学，女人 vs 儿童。至于男的直接归入儿童心理学，靠吹彩虹屁和轰轰轰就完事了。紧接着，我和其他2人就商量着，等到天亮怪物不出动的时候，就出去找副本的长毛怪物，并制服他。可现在距离天亮还得有2个小时，我打个哈欠，又伸伸懒腰，2腿一蹬就睡着了。迷迷糊糊的，还有个人拿了床毯子来盖在我身上。可再一睁眼，看着四周暖色系的墙纸，床尾还有一只大胖橘在睡觉。这不是我家吗？难道我回到现实里了？我起身的时候，橘猫还跑到我的脚边，喵喵叫着撒娇。闻到饭菜香味时，我的肚子也不争气的咕咕叫出了声。厨房里，一个戴着粉色围裙的男人正在煮饭。这身高身形，这不是林仲业吗？难不成这个恐怖游戏的大 boss 也跟着我来到现实世界了？之梦醒了。林仲业转身，眉宇间皆是柔情，就连说话的声音都是格外的低雅撩人。再等等，这个菜快好了。林仲业端着菜出来，又给我盛了饭放在我面前，坐在我对面。之梦，快尝尝。你好久没吃我做的饭了。我看着林仲业，似乎也不像是在游戏里那样古古怪怪阴晴不定的样子，而且这个饭菜也实在是香。
抄起我就是吃。可我碗里的饭都下去了半碗，也没见着林仲业动筷。我抬头看着林仲业，你怎么不吃啊？转念一想，这该不会下毒了吧？吓得我筷子都掉在了地上。林仲业似乎是看出了我心中所想之梦，我没在里面下毒，你放心吃吧。我环顾四周，甚至往自己大腿上狠狠掐了一把，直到疼得我惊呼出声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这里应该不是副本。应该吧？林仲业坐到我身旁，我下意识的就挪得远了些。你干嘛？林仲业走近的时候，我才看清了林仲业眼中的疲惫和乌青的黑眼圈。之梦，休息一会好吗？那个恐怖游戏你歇一歇，调试游戏的事情就交给我好吗？我心里莫名的升起一股怒火，随即扇了林仲业一巴掌。我的事不用你来干预，我的游戏你也别想插手进去。可林仲业却不恼，反而把我的碎发拢到耳后。之梦，别太劳累了。医生已经说了，你常年忙碌在游戏里，开发各种副本、检查副本的漏洞，很容易出现精神问题的。我们休息休息，出去旅旅游好不好？我指着林仲业的脑门，林仲业，你再管我，我们就分手。这10年的感情你也别要了。镜头一转，我站在了一个领奖台上，身后的大屏幕上写着“恭祝恐怖游戏大获成功”。我满眼笑意地举着奖杯，嘴里喊着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可台下的林仲业却忧心忡忡，脸上的笑意也是难以维持。直到我和林仲业面对着面摊牌，林仲业，我不喜欢你了，我们分手吧。我已经爱上了游戏里的大 boss， 我要去里面找他。林仲业却一脸淡定之夜，和我一起去医院看看医生好吗？我不去，林仲业也绑着我去。等到医生拿着精神分裂的诊断治疗书放到我面前时，我巍然不动。别骗我，我没病。医生抬了抬眼睛，框夏之梦，你还记得自己是谁吗？废话，我是恐怖游戏的玩家夏之梦。这是游戏的副本医院惊魂夜，我要通关。医生长叹一口气，对着我身后的林仲业说，确诊了重度精神分裂。他现在已经完全沉浸在游戏里，无法自拔了，痊愈的可能性不大，请家属节哀。林仲业却说得就，没他我会死的。那就试试催眠吧。可贸然进入他的梦境中，你会很危险，甚至会迷失自我，再也醒不过来的。那我就陪之梦，永永远远的在游戏里玩下去。醒突醒，口水流到地上了。这怎么还哭了呢？梦魇吧，得赶紧把他叫醒了才行。迷迷糊糊的听到了3个声音，我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就是林仲业的脸。老公想你了，想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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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万年。林仲业一脸震惊的看着我，却也什么都没说。机械音好感度已提升至70%，请玩家夏之梦继续加油。瘦高个和断手男一脸惊讶，却也识趣的躲到最角落里，把空间留给了我和林仲业。老公，你醒醒，再不醒来，我们都得留在这梦境里面了。就我刚刚做梦的时候，循着梦境里的零散碎片，我拼凑出了一个大致的真相。我是一名游戏开发师，在开发这款恐怖游戏的时候，过于沉浸其中，患上了精神分裂。而林仲业是我的老公，为了把我从游戏里拉出来，进入到了我的梦里，但却迷失了自己，凭着自主权变成了这个的恐怖大 boss。林仲业冷眼看着我，这里是游戏副本，不是梦境，记住你答应我的事情，要和我一起修复游戏副本。我真是扶额冷笑。林仲业真是比我这个游戏开发师更加敬业了，自己挖的坑还得自己来填。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哄好这个炸毛的大 boss 林仲业，再刷满好感度，带着林仲业一起离开这个梦境。随着第一缕阳光射入医院，原本还阴森恐怖的医院又恢复了往日的清冷，血雾散去，地上的血渍也消失得一干二净了，所有的怪物都躲入了阴暗处。我打开门，无视林仲业的警告，冲着瘦高个挑眉，跟我来，我知道那个长毛怪物在哪里。瘦高个和断手男在前面打头阵，原本我也想冲到前面去的，但被林仲业把拉到了后面。林仲业伏在我耳边，阴冷的气息让我不由得一抖。我立马开启顺毛模式，老公不生气气啊，打发了这2个玩家，我们才有自己的秘密空间相处，到时候我们就 ox。 林仲业闷哼一气，倒是也不管我了。逮到那个5毛怪物的时候，我3下5除2就把那个怪物摁在地上。瘦高个你倒是来呀，来驯服他呀。瘦高个和断手男哆哆嗦嗦地躲在林仲业身后，连头都不敢探出来。我无奈，只好手起刀落，把长毛怪的毛都薅完了，把他变回了秃头男。我脚踩秃头男，你服不服？秃头男连连磕头。医院上空响起了机械音，恭喜本轮3位玩家通过游戏。3、2、1，嘟嘟嘟，传送门即将打开，请玩家在5秒内进入传送门，否则将永远留在本副本。在瘦高个和断手男连滚带爬地奔向传送门的时候，我和他们擦肩而过，奔入林仲业的怀里。望着2人离开的方向，我长叹一气，老公在哪我在哪。机械音好感度已提升至75%，请玩家夏之梦继续努力。我呲着大牙，笑容还没彻底展开的时候，又听到了一声机械音，警告警告，请及时完成有情人终成眷属复线任务，否则玩家夏之梦将会变成怪物，永远留在游戏里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
眼前这个林仲业可不是我以前的亲老公，而是迷失成为了恐怖游戏的大 boss， 阴晴不定的，不太好搞定。我踮着脚缠上林仲业的脖子，用夹的不能再夹的嗓音做点成年人做的事，可林仲业却一把推开我，理了理被我弄乱的衣裳。我不能欺负了你，得结婚。什么？我一个头两个大，都这时候了，那还有什么时间结婚？这倒也不必那么的严谨，结婚来来回回的多费时间啊，我们速战速决好不？林仲业却长叹一气，是你说，男孩子要保护好自己的。我沉默，被自己伤到了。林仲业浅咳两声，有个鬼新娘的副本，对，现成的衣裳，现成的人，我们赶紧去结婚。到了鬼新娘这个副本，我一把里面坐着的鬼新娘掏了出来，再把她的衣裳扒下，给自己穿上。随着一声唢呐的惊天巨响，新娘子出嫁喽！我坐在花轿里，外边是百鬼抬轿，轿子外的白脸媒婆哼着歌挽青丝，双环结，百合鬓边巧装点，白婚纱如飘烟，红颜新妆比花艳。鞭炮响，彩带舞，大红喜字窗前贴。拜完天地入洞房，我立马急吼吼的要去解林仲业的衣服，林仲业却紧紧地抓住我的手，你别急。我急死了，就快没时间了呀。林仲业，我实在是等不了了。请到深处时，林仲业在我的颈窝处小声问道，你喜欢我吗？我红着一张脸，点头如蒜。那你愿意永远陪我留在游戏里面吗？机械音警告，距离任务完成时间还有60秒，请玩家夏之梦继续加油。我咬咬牙，这个奇葩的好感度很比爱更容易增加。亲老公，那你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林仲业又问了我一遍，梦之下，你愿不愿意永远陪着我留在游戏里？我狠咬上林仲业的肩膀，不愿意。林仲业，我讨厌你，我恨你，我要离开你。你满意了吧？林仲业愣住了，手中的力道突然增大，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机械音，恭喜玩家夏之夜完成有情人终成眷属任务，传送门已开启，请玩家夏之梦在5秒内进入传送门。我反手狠狠地顶到林仲业的腹部，林仲业，你醒醒，我们要离开这里了，这里是梦境。可林仲业还在死死地掐住我的脖子。机械音倒计时5秒，5、4、3、2，林仲业夏之梦，我再信你最后一次。我背着林仲业朝着光亮的地方走去，身后是无数追赶来的怪物，可无论如何，他们都触碰不到我们。亲爱的玩家，游戏结束喽。